理寻艺，幸福出击。大家晚上好。关于爱情，有的人觉得要找一个和自己性格相似的，说这样可以志同道合，一起到老；也有人愿意找一个和自己性格互补的，这样才能同甘苦，共患难。那么你的看法又是什么呢？希望众里寻艺这个平台和大家继续一起探讨。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今晚的3位月老红娘，掌声欢迎曾诗梅，大家好，欢迎李腾，嗨，欢迎钟情。 Hello， 首先跟3位探讨这个话题，说起来有点俗，但是呢又一定会碰到，就是趴拖的时候究竟谁付钱？我们指的是刚开始吧，各自付各的。那当初在你的经验里，你自己主动付的时候，男生会觉得 OK， 都 OK 耶。趴拖我就一定会付哎。我觉得如果要女生付，我的标准是我对这个女的没兴趣哎。所以如果说你遇到像诗梅这样，我就会跟她抢。哎，那诗梅如果遇到这样的男生，我 OK， 觉得蛮大方的。你还很霸气，卡拿出来就直接射过去。好帅，好帅！我现在的太太第一次见面吃饭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动作让她印象有点扣分。她私底下有跟我说，因为我是有工作的，他们都学生那时候。钟情呢？我觉得他有时候付钱，有时候我会付，我不会说每一次都需要他付，因为我觉得也不好意思。但是问题就是女生有没有主动这个动作是不是很重要？我就会加分，因为男生会觉得说这个女生不是理所当然，好像每一餐都要我付这样。我也不会说假主动，哎呀我付，然后他讲啊不用我来付 ，OK 好，我不会做这种无聊的事啦。好，现在我们先掌声欢迎今天晚上3位有缘人亮相。欢迎3位，我们先请3位轮流向我们的电视观众朋友做一个简单自我介绍。我是蔡文豪，今年31岁，现在目前是一个自由工作者。我是文豪的代表红娘，你看她的衣品就知道她一表人才。好，谢谢。来2号。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允聪，今年24岁，希望今天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我这位有缘人呢，他是看起来很斯文，非常的干净，就像一张白纸一样。但是呢，他是很喜欢运动，而且会这个搏击的。跟他在一起交往呢，肯定会有一些惊喜。嗨，大家好，我是 Kenny 吴泰庆，我今年26岁，我很喜欢烹饪，我是一名小贩。我呢是 Kenny 的红娘，那 Kenny 年纪轻轻就会梦想创业，是一个非常有上进心的又帅气的年轻人。谢谢。哎，我有一个看法哦，不知道这个今天看到3位有人，我发觉如果没有深度了解的话，他们还有一定的相似度。好，看起来好像都是干干净净，有一点邻家男神，有一点这种感觉。斯文啊，竞争会蛮激烈。那等一下会有时间好好来深度了解一下他们。好，我们先请3位到后面厢房休息。了解了有缘人之后，让我们现在掌声欢迎今晚的5位女嘉宾出场。我是 Benita 郑善文，目前开办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觉得有点像韩国人，我觉得他长得很可爱，对，他有一点吸引到我，其实。我是 Joanna 严森美，目前是一名钢琴老师。他很有气质，好像古装美女的感觉。对。你喜欢短发？是蛮不错的，我觉得他蛮成熟的嘞。我是叶明佳，我是个大咧咧且重情重义的女生，目前是一名会计执行员。我的个性顽强，就像绣球花一样，努力地让自己处在积极又正面的环境。虽然缘分总是与我擦肩而过，但我相信很快就能遇见我的 Mr. Right。他长得很甜美，这个有被电到，你不要跟我抢。我是 Jade 吴佳慧，一个开朗豁达、个性健谈的女生，目前在等待就业机会，也积极的在从事义工的工作，希望能给有需要的人士带来幸福。我是有梦想的人，怀着梦想就是前进的动力。
能创造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我是游梅洪惠果，目前是一名大学生，也在从事义工工作。他好高哦，如果他不介意比他矮的男生，我 OK。他不介意的话，我都 OK。哎，欢迎5位女嘉宾，欢迎。在开始聊天之前，先请5位再一次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 Benita 郑善文。那现在呢，我和我朋友一起合开一个音乐影像制作公司。其实我还蛮喜欢1号的，如果对。Hello， 大家好，我是 Joanna， 我目前是钢琴老师。Hello， 我是明佳，我现在是一名会计执行员。我是上一个季度有来过的。当然，你想去做什么，当然就要勇敢去追求。当然，我希望我去追求我的梦想的时候，你也可以支持我。然后到现在还是单身的状况，所以麻烦3位多多帮忙 ，OK？ 谢谢。嗨，我是 Jade 吴佳慧，我今年22岁，刚刚从大学毕业，然后现在在努力找生活的很多东西，包括对象也很重要哈。你好，我是游梅洪惠果，我是22岁，是个混血儿，我特别喜欢画画。现在在客工宿舍帮客工们画肖像，多了解他们的生活。我想先问 Benita 好了，因为其实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你嘛，但是我觉得你的优势应该要拿出来，因为我知道他很会唱歌但是你来这么多期还没有听到你真的好好的唱一下歌哎，其实现场就哼2句对不对？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就唱一首《虎妈来了》的主题曲。所以要学会满足，而不是好听，才2句，真的，你一开始他唱就，我有一点点起鸡皮疙瘩。有很多的未知数，爱会把手牢牢的牵住。哇，好听哦，很有感觉啊。我的梦想就是可能我的女朋友跟老婆唱歌能让我入眠。爱会把手牢牢的牵住。你们当中有没有冒险精神？有啊。2018年的时候就自己到台湾去学表演，戏剧表演跟舞蹈表演，然后是家里反对的情况下自己去，然后也没有存够钱的情况下去的。那你家人有没有因此而跟你就是也没有生气还是什么？就因为我是靠我自己的钱跟自己的能力。对，所以你的目标是希望进入演艺圈吗？还是我目标是想做我喜欢做的事情。觉得他又学跳舞啦，学表演啦，我知道你还会烘饼干啊。对，可是我烘饼干的目的，我是想要教那个单亲妈妈或弱势家庭，让他们在家里可以卖，所以有好吃的食谱，我希望可以帮到那些人。是。那今天现场就我们欢迎 Joanna 给我们烘饼干。直接来了，对。开玩笑，跳个舞吧，可不可以？试一段好吧？真的。我其实有一点被他的舞蹈吓到，有反差的感觉，是有一点吸引到我。如果要找男朋友的话，你们会找一个个性跟你们比较接近的，然后志同道合的呢，还是希望可以找到的另外一半是跟你们完全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话，可是彼此是可以配合，然后可以相处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如果兴趣相同，会是另外一个加分点，因为我们可以一起去进行很多不一样的活动。可能不一样的兴趣跟personality 的话，会有不一样的火花，也是，所以也是不错的。如果另外一半可以补上我性格里面的缺点的话，会更好一些。太好了，你的缺点是什么？我的缺点就是有时候做事没有先三思而行，所以如果对方可能更成熟一点，想到我没有想到的一些点的话，会帮助我生活里面就是做很多决定。这不是缺点，姐，你讲的是冒险精神。有一点公主病啊，是不是？不是吧？是吧？他是在给我们男生一个机会，有参与感。
我也想请教个问题哈，尤其现在年轻人怕多的时候，有个所谓恋爱考察期啊，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我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考察，所以我前一段是3年的朋友才在考一起。察3年，我的天哪！我很想知道他为什么要被你考察3年。是有看到的缺点吧？对了，就是总觉得还是无缘。其实我并不相信考察期，因为我觉得这个给双方带来很多压力，很像是你这段时间一定要表现得最好，为了讨好别人，这个就不让我能够深厚的理解他的内心。我觉得不需要 probation 这个 period， 我觉得感觉到就是到了，就是顺其自然的，对，不要强求。另外一个很常见的问题，重点是你们会不会如实的回答？关于手机，你们会要求被看吗？要求对方不设密码吗？我不会，我觉得 OK 啊，有个人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世界是挺不错的。女朋友不能看我手机，为什么？这个是尊重和隐私的问题啊。你要看就看，我其实没有什么东西，光明正大。对，所以你要看就看吧。一开始就说好彼此的手机是随时都可以看的，就是没有秘密，有什么好藏的？我是不会主动去要他的密码，但是我感觉说，如果一个男生愿意就是主动把密码给我的话，我会给我很多安全感。有道理的，因为我不会问我的老公他的电话的密码，我从来不会去看他的东西。但是你知道。我不知道，后来有一次他就叫我开他的电话，然后他就大大方方的告诉我他的密码了。然后你顺便看别的了吗？没有，从小都不敢，家里好像如果不是我的姓，我都不敢开。虽然我们知道对方密码，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看对方的手机的东西，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是那个信任是那个基础的好处。其实只要有信任的话，我觉得不止手机啊，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是。现在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比较有感觉的是2号，有仙女下凡的感觉。我还是觉得1号最漂亮。我蛮喜欢4号的，我很喜欢她的笑容哎。厢房的3位有缘人已经听得很精彩，不知道他们对这有什么看法？广告过后马上回来，稍后见。众力寻，幸福出击，欢迎回到节目现场。那么现在呢，我们要请3位月老红娘，跟几位嘉宾给我们大家详细推荐一下他们的有缘人。师妹有请。好，我代表的有缘人呢是文豪，他是一位非常积极乐观，而且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卖点，就是他非常有幽默感。我觉得懂得让女生笑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他现在是一个自由业者。可是他之前的事业选项也包括了 events management， 现在目前他是关于到医疗方面的。前几年他一个人独自到中国，在那里2年多，然后还带人去爬山，是蛮多惊喜的。所以如果你们选他的话，每一天都是充满惊喜的。那我这位有缘人呢，他叫李允聪，然后他是一名邻家大男孩，外形呢就是非常干净整齐。有一点我不知道要不要说，但是我后来觉得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比较好。他其实是算应该是母胎单身啦。那我有问他原因，因为他外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是因为生活的环境的关系，因为他现在是读跟体育有相关的课程，所以他的交友圈呢其实都没有太多异性的朋友，所以肯定能够给你满满的安全感。他说他可以教你们防身术，因为他对这个非常的在行，所以我觉得他是能够保护女生的一个男生了。李腾哥太好了，把我卖得太好了。我是代表 Kenny 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随和的男性，而且他有理想，有抱负。他的理想就是要自己创业。他是喜欢烹饪的，从一开始不怎么样，然后就自己慢慢学习，做得有声有色了，有自己的一个档口了。最重要的就是先中是遇到过很多挫折的。但是他就像一个斗士一样，永不言败，所以我很欣赏他在这方面的一个坚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蛮帅气的，我觉得会很受欢迎。希望你们可以给他一个机会，向你们表白。他讲到我太完美了吧？现在到了影像阶段，给大家分别看看3位的样子，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一些视频片段。
我很紧张耶。我也是很紧张。哦，有衣品吗？哦，穿着，哦，哎，有风格啊，很现代哦。哦，这很幽默吗？对不对？有时候会破这个，天气很热，你看不出吗？我还以为在冒汗是啊，在擦汗。他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自恋，可能是要求女朋友一直蹲着帮他拍，让他腿很长，就让你会觉得你会有负担。对，嗯。我会感觉他是蛮好玩的一个人，就是他不介意自己做那个小丑去逗朋友开心的人。我感觉说他这样子拍照真的还蛮有趣的，可以聊得来，可以一起去逛街，而且可以你知道就是帮我点评一下我穿什么。我其实很喜欢跟女生一起逛街，我觉得他们跟我要求意见是一种信任啊，就是信任我的品味啦，对，所以他才会问我。我们来看看2号的视频。好。哇！你深藏不露啊！对啊。哇！这样的话，女生应该都很想被你保护哦。跟我在一起绝对安全。如果不会家暴的话，就会很好。我绝对不会家暴，只会给你抱抱。哇！习武之人才知道说，更不能用暴力解决问题。对，感觉到有2个木人桩在前面，挺好的，挺有安全感的。其实我是非常欣赏的。哦，非常，就用了非常啊。哎，他说他非常欣赏你，谢谢。我从小学的时候就是看武装片，非常迷恋黄飞鸿。然后到中学、高中，其实学了6年武术。我还是学武术啊，我们可以切磋，有机会可以交流交流。听起来也是大家至少都是好感啊。看看钟情的这位有缘人。新好男人会下厨。烹饪高手。你是说老哥哎。这个惠国为什么是这种表情？我是个大吃货。对，跟我在一起的女生绝对不会饿到的。讲好是炒炖人还是那个饭吸引你啊？我会煮，但是如果我的伴侣为我煮的话，特别加分，我会特别感动。哦，胜过送你一束花吗？我花其实不欣赏，因为我觉得买了花就是杀掉那朵花的生命。真的会烹饪，而且喜欢烹饪的男生很加分。其实我也是会烹饪的。怎么加分哦？加我分吧。我也喜欢烹饪，然后也挺不错的，所以就2个人一起互相切磋，这感觉挺棒的。我很想跟他一起煮饭。会做饭的男生吸引，是因为你们找个借口自己不用煮吗？有这样的想法。这一看是不大会煮的，应该是。因为我自己本身会煮，感觉会煮饭的男生会比较愿意帮女生分担家务，就会有暖男的感觉。只是会担心他的这个生意会不会很忙啊？工作时间是对会比较长，我觉得没关系，一起帮忙，而且蛮辛苦的。一起帮忙嘛。VM 我去捧菜。哇！你看，嫌弃哦，名家是非常接地气的，我跟你讲啊，入乡附水。哇哦！看过了几位的视频，大家聊了聊感觉啊。现在轮到你们做选择的时候了。我蛮喜欢4号的。1号真的感觉说他应该性格很有趣，如果聊天会比较聊得来，所以会想认识一些。比较有感觉的是2号。他打了一手好圈，我就对他长什么样子很好奇。我还是觉得1号最漂亮。3号 Kenny 的视频一播出的时候，真的让人非常有好感，因为会烹饪的男生真的很加分。这样还好，至少我们不会竞争，对，可以继续做好兄弟。对。文娱嘉宾分数已经打好了，虽然不是最终结果，但是还是有个最低分，他可能会打电话来。好，3位，请把电话准备好。有，已经拿在手上。谁电话响，谁就有一次申诉的机会。请接电话。
文豪。喂，喂，是梅姐，哎，可以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很幽默风趣的一个人，所以选我的话，他们应该每天都会很开心。 OK， 好，还有呢 OK 其实我也会烹饪啊，好好虽然不是很专业，可是我觉得应该还能吃的。 ，OK， 好好好，好，好，文豪刚才说呢，其实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是非常有幽默感的，希望大家给他一次机会。还有重点是，其实他也是会烹饪的，并非他可能不是厨艺非常高超，可是他的烹饪技术也是很不错，因为他是很幽默的一个人，所以他说如果你选他，每天都会很开心。谢谢师妹姐帮我补了几句好话，希望他们会对我有改观。好，当然大家这个通过师妹再跟你们做了一些解释哈，可以慎重再考虑。就除了你们看到照片上的他之外呢，还有其他很多的优点跟长处啊。究竟广告过后会不会有所改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那广告之前呢，5位女嘉宾已经这个做了他们的一个决定，打了分数。那么暂时分数低的是文豪，那会不会有所变化呢？在这之前，先让3位有缘人来到台上，但是在后面用声音跟我们的女嘉宾做一个现场的交流。同样，我们先请1号文豪做个介绍。Hello， 你们好，我为人幽默风趣，选择我，你们天天都会开心。花言巧语我不会说，让我用真心来打动你们。Hello， 你好，我是 Joanna。我想问，如果女朋友生气的话，你是要怎么逗她开心啊？我会撒娇，不然就是拥抱她。你会撒娇？撒娇有用吗？有用。可以示范一下吗？示范撒娇啊！我天哪，声音撒娇，示范一下。这个你要先生气耶。我生气了。宝宝不要这样啦，我带你出去吃好吃的。因为他说他很有幽默感，所以我想知道他是怎么样的幽默方式来哄女生。其实真实的我是不会这样撒娇的啦，我只是为了想逗一下那5位女嘉宾笑。嗨，你好，我是 Jade。我刚刚有听到你在中国有爬山这样子，然后我很好奇的是，如果你另外一半特别讨厌爬山怎么办？我其实可以不用爬山了，可以做一些别的运动。我觉得他的回答应该是，那我背着他吧。哇，这听起来比较过瘾，是吧？我们来听听2号允聪，来先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2号。首先，我可以担保，我绝对不会家暴，因为我的拳头是永远不会伸向我爱的人的。然后，我是一个比较多话的人，但我不说废话。希望今天可以跟大家成为好朋友。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也会下厨。现在男生不下厨都不好意思出来混了，我跟你讲。你好，我是 Benita。如果说你的女伴脾气来了，或者是刚好别扭了，你该怎么处理？我相信每个女生的性格都不同，所以我会对症下药。如果那些女生喜欢玩，我就陪她们玩；如果她们喜欢静，我就陪她们静；如果她们喜欢吃，我就下厨给她们吃。文迪大来升级一下。闭嘴。哦，对不起。他就闭嘴。因为他想静一静，我就让他先冷静，等迟一些时间过后，我再去哄他。但他会道歉。对，这也是一个态度。有的人说凭什么？你好，我是 Joanna。我刚才看你打了一手好功夫，我很好奇你会不会活抓动物，像是蟑螂之类的。我对所有生命都一视同仁，所以我不希望我另一半会杀，即使蚊子、蚂蚁或者是蟑螂都好。那非常不巧，因为我对于除了人以外的生物都有一点害怕，所以我不敢碰。这就变成你们每天的小游戏啦，有蟑螂，很好啊。开风扇，开风扇，开门，开窗，一起轰一下。
很多女生认为男生不怕昆虫，但其实我觉得男生怕昆虫也是很正常的事啊，因为男生也是人嘛，也会有怕的东西。那请问一下，你有理想型吗？对于女生的外表没有太多的要求，只要整体漂亮就可以。然后性格方面就要相处合得来。就 OK 了，只要这2点。其实我不算是真的是颜值控，因为好看的东西每个人都喜欢，所以我当然也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好看的。好，我们来听听第3位来。Hello，大家好。你选我的话，我会天天帮你做爱心早餐跟一杯咖啡。哦。虽然我的工作繁忙，我还是会抽空每晚打给你，跟你聊天，还是跟你聚一聚吃晚餐。还有最后的是，我有信心，我煮的饭都比他们2个好吃。下站姐，厉害！你好，我是明佳，我想问一下你和你的父母相处的情况，感情会很亲密吗？其实我跟他们的感情都很好，可能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也会来我们的店帮忙。他们其实开一间中医的按摩店，所以他们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也会过去帮忙。对，家人听起来，感情非常融洽啊，其乐融融的家庭。然后我刚刚听到一个重点，就是早餐会准备早餐，还有一杯咖啡。对，什么样的咖啡？那你喜欢怎样的咖啡？我喜欢黑咖啡，不加糖不加奶。这个容易啊。你知道口味有多重了吗？这个更容易。有加水的吧，还是浓缩的？浓缩的加水都可以，冷热都行。明白。你已经点餐了吗？开始？我天哪，有点早吧？没错，我在问 Kenny 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对他有点意思的。刚才的反应下来，4妹还有信心吗？各花入各眼嘛，比较随缘，所以他们3位都很优秀，包括文豪也是很优秀。没错。当然，大家都知道，其实所谓的分数高低，也只是在这一刻产生哈。事后每个人都很有机会。不过我们还是想知道结局怎么样。5位，请打分。我还蛮担心我是最低分的，因为比较起另外2位男生，我是一个完全没有恋爱经验的人，所以应该会比较吃亏。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应该是2号。第一轮女嘉宾给我打最低分。跟他们交流之后，现在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给我加分。肯定会有加到分的，因为大家应该会被有幽默感的人所吸引。跟他们交流过后，我觉得他们蛮喜欢会烹饪的男孩子的，所以他们应该不会淘汰我吧。好了，5位女嘉宾再次做出了他们的选择，结局到底怎么样呢？到底是时尚潮流男、拳击运动男，还是烹饪美食男？哪一位得分比较低？马上揭晓。允聪。2号允聪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所以我就会在想他会不会在沟通那方面会比较差。假如说今天你有机会，你有没有可能哪位女嘉宾你想跟她发展下去？我比较有好感的是2号。2号，对呢。当然，我们请这个李腾这给我鼓励一下。其实我自己观察，我也觉得2号跟你还蛮登对，说不定你们私底下真的可以联系一下。觉得要不现在你先退场啊？好了，也这个希望缘分都到你们每个人的身边，好吗？好，再次谢谢你，谢谢，谢谢，加油。其实我觉得我和另外2位比，我的条件也不算差，可是我这次拿最低分的原因，应该就是因为我的经验没有他们丰富。好，当然舞台上还有2位型男，究竟最后哪一位会最终留下来和5位女嘉宾其中1位牵手，能否成功？广告过后马上回来。钟立群幸福出击，现在来到节目最后一个环节了。
马上有请2位男生给5位女嘉宾看看他们的庐山真面目，有请。为了让几位女嘉宾更好的了解2位，我们现场呢准备了一些有趣的题目。先看大屏幕，看一道题。你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 ？A. 黑发女子 ，B. 宽下巴的脸。这个环节呢，主要是让女嘉宾比较了解2位男生哈。你选什么？我选 B。啊，选 B。对啊，我自己也是选到 A。剩下3位选 A 的，选 A， 你们2位选 B。文豪，你选 A 还是 B？ 我选 A， 我是选 B 的，其实。我们来看一下，选 A， 第一眼看到黑发女子的，代表有敏锐的观察力，注重细节，个性比较内向，喜欢独处。这个文豪有对吗？我自己其实有的时候会去自己看电影，自己吃饭。哦，就是说你完全可以接受安静的时候，对不对？我看看选 B， 宽下巴的脸，那代表呢你比较重视大局，个性外向随和，喜欢社交活动和与人聊天。泰庆，我觉得我比较 extroverted introvert， 就是如果需要外向的话，我会外向。大家现在答案都会选择比较完美的那个地方来回答。哎，中间对比较安全，不要讲得太极端。好，我们现场请到了一位心理分析达人，看看从他的眼里，这2位男生有没有一些大家忽略到的特点啊？掌声欢迎一姐。三哥你好。你好，大家好。你好。当然，我们这里也想请教一下啊，这个一姐，从你录影开始观察到现在，这2位男生给你什么样的印象？哦，就先谈谈文豪吧。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亲切感的人，我就觉得他很有上进心，因为他去探索啊，世界各地啊，尝试新鲜的东西，都是为了要学习。Kenny 呢，我觉得他是很独立思想，他在事业上他有自己的锁定的目标。那对于爱情来看呢，我感觉就是他不但能够担保有爱情，不过他也会担保有面包可以吃。是，我们在这里也请3位月老红娘不要光坐着，要动一动哈，帮我们再诠释一个状况。哎，我们来询问一下2位男生，好不好？好，没问题。3位，太难得，今天可以跟我的爱人还有我的 brother 一起出门。晚餐要吃什么，爹？爹，我要吃鸡饭。吃鸡饭啊？哦，这个主意不错哦，要不要 ？OK 吗？吃鸭饭。鸭饭啊？哦，不然去吃鸭饭啦，还有一个好介绍，不错嘞。OK。不要，我要吃鸡饭。还有啊，他为什么跟着来？到底谁是你女朋友？难得嘛，我们久都没有见面了，对不对 ？OK 吗？啊，我不管啦，选他还是选我？一个是我的爱人，一个是我的 brother。哎呀，不管了，你们自己决定啊！我去个厕所。哎呦，你去哪里？喂，我去厕所。你为什么要去厕所？我也要去。好，谢谢。这个状况呢，不能说非常常见，但是绝不能说没有，对不对？哎，就是请教2位这个男生哈，会不会为了女朋友跟相识多年的异性朋友反目成仇，或者断绝联系？我不会跟他断绝联系啦，会先跟他解释说我的女朋友不喜欢我跟你就是有联系，希望他可以了解，毕竟是多年的朋友，再尽量让他们有机会把之间的那个距离拉近缩紧啊，对。哦，所以最终你还是打算让他们拉近距离的，对吧？还是要做一下这种措施的，对吧？对对对，毕竟如果真的结婚，我必须请我的那个好朋友嘛。啊，那你想得有点远了 ，Kenny。比如说是刚才那个 scenario 哦，我会带他们去好客餐厅吃，就不会吵架了。就是各点各的。对，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我的女朋友她没有那个权利去 ban 异性的朋友。如果她有跟我解释说，可能这个异性对我有意思的话，还是她觉得很 insecure 的话，我就会再看那个 situation， 再去衡量看值不值得会把这个异性朋友断绝关系。可是我觉得
如果他硬要求的话，我觉得是有点自私的。是你对他们的答案有自己的看法吗？其实两个人都觉得说不要完全断绝关系，那文豪呢就觉得说解释是很重要的，要得到双方的同意。Kenny 呢，他就是两边都要留住，是，所以我觉得在感情当中真的很难维持这个所谓的平衡点，因为如果你有了女朋友之后呢，女朋友一定会是所谓的有优先权，她要感觉到特别嘛。简单的请教一下5位女嘉宾，就刚刚这个状况你们会怎么看或者怎么做？我觉得反正都很少见面了，就迁就一次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吃一顿饭呐。只要不要让我觉得说他真的太过于重要到，好像例如说我们同时生病了，然后我的男朋友去陪他而不来陪我，这一件事情就对，这个当然人神共愤了哈。大家都是成熟的，然后我们也会为我们的生活做一个界限。就是如果我是有男朋友了，我和我的那个男性的好朋友，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自己应该要知道，应该自己把握了。对，然后我的男朋友也应该知道，他不可以和那个女生到太 over。我本身很多情况下，我当了那个 brother。有些时候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代表他们两个是坏人，而是外人看得比较清楚，他们到底合不合适。如果我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长期来会有点不愉快的话，我会跟我的 brother 说。这个闺蜜是很有意见的。几位月老红娘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 priority。所以如果说我很爱你的话，然后你又很介意我的男朋友，我觉得就少来往了。你不用去顾虑这个朋友的想法，因为你的男朋友将来成为你的老公，他比较重要啊。这就是传说中的重色轻友了。Whatever 呀。如果说他不舒服，那你就不要做了。那我觉得是要尊重双方啦。我不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以前就是那个 buddy， 所以我很难。对，不用矛盾，因为没有对错。因为我曾经也是跟我老公的前女友一起去吃饭的。对啊。所以那个时候的确，因为他只是我的 platonic friend 啊，所以我就 OK 啊，没有什么事情啊，就让我的观点就是，我都会和另外一方做朋友的，所以很 chill。可是当然很奇妙，就是人生很奇怪，竟然我嫁给我的 buddy， 就是很难说啊。我要先声明，我是不会去故意挑拨离间，我没有做这种事情啊。那当然，没有人会故意，都是做好朋友嘛。对对对。往往多心的是对方，不会是做好朋友的那一方，对不对？一姐，最后有没有给2位男生提点？我知道你们的对于前景的方向，你们都很有信心。不过我觉得在对感情这方面的道路上呢，勇敢的去表达，勇敢的去追求你们想要的爱情。好，谢谢，掌声谢谢一姐，谢谢谢谢亮哥。好，我们聊了那么多，我相信呢彼此已经不能说很陌生，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啊。现在请5位女生再次打分。1号给我留下来的印象比较深，因为看起来蛮成熟稳重的。第3号 Kenny 给我的印象最深刻，因为他把他的兴趣爱好转成他的事业。好，5位女嘉宾做了他们的选择，当然不能说每个人打的分数一样，但是加起来总分，哪一位有缘人比较低，他将离开这个舞台。我们看一看大屏幕，文豪还是 Kenny？ 哇！他们的选择是文豪。你会想到是你吗？大概有想到，就是因为第一回合我已经有被说是那个最低分的了，已经有觉得自己下一个回合就会被淘汰。你的长处、你的优点，其实他们都看在眼里的。好几位女嘉宾对你，其实我看得出来都是很有兴趣的哈。你也可以告诉我，你对哪位女嘉宾有兴趣啊？4号的 Jade 出场的时候，我有被她的笑容还有眼神给迷倒，这个有被电到。再次祝福你，谢谢，谢谢。有些话我想对4号的 Jade 说，就是虽然我被淘汰了，可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们还是可以交个朋友。究竟今天晚上能否让大家期望的会有一对佳人牵线成功呢？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福出击，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啊！再次恭喜 Kenny 脱颖而出，因为我说了，今天其实另外2位有缘人都蛮强的哈。最终呢，你成为5位女嘉宾一致青睐的那位男生。我觉得成功一点，最重要的是你刚开始给他们看的这个影像很帮助你。对啊，因为他们觉得打拳击都比较虚，啊，什么时尚也虚，炒饭很实在啊。对，在你选择之前，你有什么问题问几位女嘉宾吗？如果我要花比较多时间在我身体上面，我们比较少见面的话，你们会怎样？你的少大概有个什么概念？因为我1个礼拜只有1-2天的 off day，1-2天就是出去整天，可是其他的天可能就是吃晚餐啊，还是这个小小的见面。对，哎，这个就具体了啊，就打电话。大家清楚了啊，来可以接受吗？本尼戴开始吧，哈。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因为有事业心、上进心是非常好的事情。如果我喜欢你，我会接受；如果我不喜欢你，就不会接受。这是个答案哈，这个答案蛮厉害。就你喜欢，就是可以接受全部吗？你的意思，不见面可以吗？就是我可以去他档口啊。我是可以接受，即使没有见面啦，就是电话可以联系一下，不要说整个人找不到。其实我也感觉说还蛮容易接受的，因为我自己忙起来的时候也会经常忘记看手机，就有时候我也是好几个小时不会回简讯的那种。我会感觉说，其实有一个人太黏人，我会很有压力。真的哦，这时代真的不同哈。真的，我其实挺忙的，我周末也工作，我周日也工作，那就不见了。不，就我会留一些2人的时间。不是说很多，但是质量是有的。这个有没有可能比你还忙？对，那个意思啊，你倒过来考虑啊。好，时间交给你，来。3号拿着玫瑰走向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俩有多次的眼神交流。我觉得 Kenny 不会选我。我觉得他会把花交给明佳。其实我会蛮期待他会给我，因为在之前我都说我周末的时候可以去档口帮忙 ，VM 我去捧菜。我真的那个时候脑袋一片空白，没有预料到他会给我。哇，每到这一刻我总是很激动。现在大家屏住呼吸，细心聆听，满怀祝福，双方的告白。Kenny， 有请。Hi， 本尼德，我一看见你出场，我就觉得你很漂亮。有这个荣幸听到你唱歌，我就觉得你很有才华，很有气质。那我也是听到你喜欢煮饭，所以我希望以后我们可以一起煮饭。如果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Kenny， 谢谢你选择我，所以我最后的想要问你的一句就是，你愿意煮爱心早餐还有泡咖啡给我喝吗？我愿意。也感谢节目组，因为没有这个节目的话，我们没有机会认识。对。想要问的是，你接下来要为我做什么嘞？爱心早餐是咖啡啊，黑咖啡。好，我很期待。好，熟悉节目的观众朋友都知道，不是每一次的众里寻一最后都可以牵线成功。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一句老话，希望我们这个节目再次成为所有单身男女的相遇相识的平台。愿有缘人终成眷属。再次感谢女嘉宾，谢谢3位月老红娘，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记得下周同一时间同一频道众里寻一，晚安。稍后请锁定Yes 933的夜夜不打烊，听嘉宾们分享更多故事。
首先，掌声欢迎3位月老红娘。一见钟情，如果是成功的话，算是缘分呐；如果不成功，就是现实的问题来了。一见钟情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两方都觉得对彼此有感情，他们就可以试着走在一块儿，然后呢走向另外一步。现在让我们马上欢迎今天晚上的5位男嘉宾登场。照顾狗了之后，有时间照顾我吗？遛狗的时候遛你了。对，一起遛了。你有什么怪癖？我室友很多。那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啊？喜欢运动，因为大家可以一起运动。我们来看看哪一位将无缘牵手。